别刷了，就在这里听着历史开睡吧。今晚我们要聊的是中国历史上最让人头皮发麻、最挑战心理底线的时代——五代十国。你听过乱世，但三国的乱是英雄史诗，春秋战国的乱是百家争鸣，而五代十国的乱不一样，那是一个道德崩塌到地心，生命贱如草芥，连上帝视角看了都会摇头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最危险的身份不只是那些随时可能饿死的百姓，还有那些高高在上的皇帝。从公元907年到979年，这片土地彻底陷入了丛林法则的终极版唐帝国的余晖熄灭了，剩下的只有无尽的黑暗。以往历史中那些被奉为圭臬的忠孝礼义廉耻，在这个时代统统进了垃圾桶。在别的朝代，当了皇帝意味着锦衣玉食、千呼万拥，但在五代十国，皇帝更像是一件摆在柜台上的高风险商品，谁手里的刀快，谁就能把它抢过来。抢过来之后能不能坐稳，全看部下的脸色。皇帝成了真正的消耗品，你可能今天还在金銮殿上接受百官朝拜，明天你的贴身侍卫或最信任的大将就会拎着刀推开你的寝宫大门，一脸诚恳地说：“陛下，这位置太烫屁股，您该挪挪窝了，顺便把头借我用用。”这不是夸张。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短短53年里换了14个皇帝，平均每个皇帝的保质期只有3到4年。要是把南方的十国也算上，那简直是皇帝消消乐现场。忠诚在这就是个笑话。如果一个将领没想过造反，那他简直是这个时代的异类。为什么说这个时代没底线？因为大家都不装了。以前篡位还得搞禅让仪式，演3出辞让的戏码，最后哭天抹泪地表示我本无心，奈何苍生受苦。到了五代，大家都很直接，我兵多将广，我就是天子。最有代表性的是那个叫安重荣的武将，他留下一句震烁古今的名言：“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耳。”翻译过来就是：当皇帝难道还要看血统？谁的拳头硬，谁的刀快，谁就能当。这句话直接撕掉了中国封建王朝2000年最后一块遮羞布。当一个社会的最高规则变成了暴力至上，那么这个社会的底线也就彻底消失了。这一切的起点得从一个叫朱温的人说起。他原本是黄巢起义军的大将，后来一看风向不对，反手就卖了老东家，投降了唐朝。唐朝皇帝感动坏了，赐名全忠。结果这位朱全忠干了最不忠的事，他不仅杀了唐昭宗，还把那些门阀士大夫统统扔进了黄河。朱温笑着说：“这群人自诩清流，那就让他们去黄河当浊流吧。”这一扔，不仅扔掉了朝代的斯文，更开启了一个长达半个世纪的暴力狂欢。朱温用实际行动告诉全天下的野心家：不要讲道理，不要讲感情，只要你有兵，你就能把皇帝像拎小鸡一样掐死。在这种大背景下，社会的每一个阶层都陷入了极致的焦虑。将领们在想：我今天帮皇帝打赢了仗，他明天会不会因为怕我功高震主而宰了我？与其等他动手，不如我先动手。文官们在想：今天换了个主子，我是该写劝进表呢，还是该准备墓志铭呢？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他们甚至不敢想明天，因为在军阀眼中，百姓不是人，是两脚羊，是行走的粮草，是城墙下的炮灰。当道德不再能约束权力，当法律变成了武夫手中的废纸，整个中原大地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决斗场。我们要理解这种惨，不能只看死了多少人，更要看那个时代人心的荒凉。在五代十国，父子相残，兄弟相杀不是个案，而是常态。儿子杀父亲为了皇位，弟弟杀哥哥为了权柄，
你会发现所有情感链接都断裂了。最危险的身份不是百姓，而是皇帝，因为百姓顶多是被抢，而皇帝是要被灭族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时代在历史课本上往往被一笔带过，因为它太脏、太乱、太让人绝望了。它不像汉唐那样有气吞山河的壮丽，有的是满目疮痍和人性最丑陋的暴露。但正是这种极致的黑暗，让我们看清了权力的野兽被释放出来后，人类社会会变成什么样的炼狱。我们立住了基调，这是一个只要活下去就得丢掉脸面的时代，这是一个只要想上位就得杀掉至亲的时代。接下来的故事里，我们将深入这个权力的绞肉机，看看那些挣扎的皇帝们是如何在自己的宝座上迎来最惨烈的结局。在我们的认知里，皇帝是金字塔尖，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终极 BOSS。 但在五代十国，皇帝这个岗位的风险系数直逼敢死队。如果你穿越回去，有人拉着你的手说：“兄弟，我看你骨骼惊奇，这皇位你来做吧，你千万别谢他，那是在让你全家消消乐。”这个时代，皇位不是继承的，是抢来的，更是随时会丢命的。咱们先从后梁的开国皇帝朱温说起。这位仁兄名声极臭，杀人如麻，连唐朝最后那个可怜的小皇帝都被他像捏蚂蚁一样弄死了。朱温上位后，把没底线发挥到了极致。他不仅政治残暴，私人生活上也极其离谱。有个特殊癖好，让自己的儿媳妇们轮流进宫侍奉。他的儿子们为了继承皇位，不仅不觉得丢人，反而以此为荣，甚至让妻子在床头替自己求情。但这种违背伦理的权力游戏，最终迎来了极其血腥的收场。朱温病重时，打算把皇位传给养子朱有文。亲儿子朱有圭一听，坐不住了，心想：我老婆白被你占便宜了。于是在一个黑黢黢的深夜，朱有圭带着心腹发动了兵变。朱温正躺在病榻上，看着冲进来的亲儿子，吓得跳起来，大喊：反贼是谁？朱有圭冷笑一声：就是我。随后命令部下对着老爹猛刺一刀，刀尖直接贯穿了腹部，漏到了后背的褥子上。这位不可一世的流氓皇帝，最后竟然被儿子用毯子一卷，草草埋在了寝殿的地板下面。你看，哪怕你贵为开国之君，在儿子眼里也不过是个占着位置、阻碍他发财的老东西。朱温的后梁没撑多久，就被宿敌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给灭了。李存勖是真正的军事天才，战场上像个战神，百战百胜，建立了后唐。但这位皇帝有个副业演戏，他给自己取了个艺名叫李天下，天天跟一群伶人混在一起，处理国事时还会突然戏瘾发作。有一次他在戏台上大喊李天下，李天下在哪里？一个戏子上去就给了他一个大耳光，说李天下只有一个，你叫谁呢？李存勖没生气，还重赏了对方。这种艺术追求导致他宠信戏子，冷落了出生入死的将领。结果当兵变发生时，那些陪他唱戏的伶人跑得比谁都快。李存勖在乱战中被刘建射中，口渴难耐，想喝水。工人端来一碗奶浆，喝完因为伤势过重，就在混乱中咽了气。最惨的是他死后，伶人们为了烧他的尸体，顺手把他生前的乐器堆在一起点火，一代英主最后被当柴火烧了。死后的尊严还不如一张琴。如果说朱温是狠，李存勖是疯，那后晋建立者石敬瑭就是怂。为了当皇帝，他干了一件让后世唾骂1000多年的事，认贼作父。当时他被后唐军队围困，为了求援，向北方的契丹人卑躬屈膝，不仅把燕云16州白送给了契丹，还自降身份管比自己小10多岁的契丹皇帝叫父皇帝，自称儿皇帝。这种卖国求荣的行为，虽然让他坐上了龙椅，
但也让他成了历史最大的笑话。石敬瑭这个皇帝当得有多憋屈，契丹人对他呼来喝去，他每天看干爹的脸色行事，心理压力太大，加上全国上下的唾骂，在位仅仅6年忧郁而死。他的皇位是用民族的脊梁换来的，但他坐上去的时候，脊梁早已断了。他死后接班的石重贵想挺起腰杆跟契丹决裂，结果被契丹铁骑直接灭国，全家被掳到北方放羊。在5代10国，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戏码几乎每隔几年就上演一次。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当了不到1年就病死了，他儿子刘承佑因为想杀权臣，反被乱兵砍死。后周的郭威全家老小被前朝皇帝杀光，最后只能把皇位传给养子柴荣。你以为当了皇帝就能掌控一切吗？错，在那个时代，皇帝只是武将们手中的筹码。武将们觉得这个皇帝好用就留着，觉得他想收回兵权就直接换掉。在这种环境下，皇帝们普遍患有严重的被迫害妄想症。比如后汉隐帝刘承佑，他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想着怎么把那几个开国功臣杀掉，结果还没动手，风声就传出去了。大将郭威直接发动黄旗加身的戏码，带着军队杀回汴梁。刘承佑在逃亡路上被自己的部下从背后捅了冷刀子。这就是5代10国皇帝的真实写照，他们并不代表着稳定和秩序，他们本身就是动乱的根源和受害者。他们不敢相信血缘，所以朱温被亲儿子杀了；他们不敢相信爱好，所以李存勖被戏子和亲信背叛了；他们不敢相信盟友，所以石敬瑭把灵魂卖给了契丹，换来一世骂名。在这个时代，皇权的神圣性彻底崩塌了。以前大家觉得天子受命于天，现在大家觉得天子就是运气好一点、下手狠一点的流氓头子。当社会顶层已经烂透，当皇帝都要通过杀父卖国，甚至出卖尊严来维持地位时，你可以想象这个时代有多绝望。皇位变成了巨大的绞肉机，吸引无数野心家前仆后继，然后把他们搅得粉碎。那些在史书上留下名字的皇帝们，大多数的人生终点不是在辉煌的陵墓里，而是在血淋淋的乱军之中，或者在屈辱的流亡路上。这就是所谓的顶层，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悲哀。视线往下移，如果皇帝都这么惨，那些手握重兵、看似风光无限的将军们，又是如何在这种你不反就会被当成要反的逻辑里一步步走向灭亡的？如果说皇帝是高危易耗品，那处于权力中间层的将军们过的日子简直就是一场停不下来的俄罗斯轮盘赌。手握兵权的将领就像走在刀尖上的平衡木大师，你打仗不行，会被政敌或皇帝以无能宰了祭旗；你打仗太行，功高震主，皇帝睡觉都要睁一只眼盯着你，琢磨什么时候赐一杯健身毒酒。在5代10国的逻辑里，你不反就会被当成要反，这不是被迫害妄想症，而是血淋淋的生存法则。将军们面临的生存环境极其扭曲，如果你表现得太忠诚，大家会以为你在憋大招，准备搞个突然袭击；如果你表现得不忠诚，菜市口的屠刀已经把磨好了。这种互不信任到了什么程度？很多将领在外面打仗，家属在京城，其实就是人质。但最讽刺的是，这个人质制度根本没用皇帝一翻脸，先把你全家老小咔嚓了。将军在前方听闻死讯，唯一的出路就是原地造反，带兵杀回来。这种逼良为反的戏码，在5代50多年里上演了无数次。咱们拿后唐时期说说，后唐庄宗李存勖手下有2位顶级战神郭崇韬和李嗣源。郭崇韬帮李存勖出谋划策，横扫中原，是头号功臣。他性格刚直，想整顿军纪，结果得罪了皇帝身边的伶人和宦官。当时的宫廷环境恶劣到什么程度？伶人只需要在皇帝耳边吹吹风，说
郭崇韬在外面收买人心。李存勖虽然军事天才，但耳根子极软。结果郭崇韬在帮皇帝打下前蜀，立下不世之功后，在蜀地军营里被皇帝派来的亲信用大木锤直接砸碎了脑袋一袋。名将连个正式审判都没有，像处理垃圾一样被清理了。消息传回中原，另一位名将李嗣源吓得魂飞魄散。他本是李存勖的义兄，忠心耿耿，但他手下的士兵们看清了形势，郭崇韬那么牛都被砸死了，我们要是不反，等回到京城也是个死。于是士兵们干脆劫持了李嗣源，强行给他披上黄袍，这就是五代特色的不得不反。你想当忠臣，但你的部下为了保命，非要推你当反贼。在这个时代，将军们不仅要防备皇帝，还要防备自己的同行和部下。那种温良恭俭让的儒将，在五代基本活不过3级。为了生存，将军们必须比土匪更狠，比狐狸更狡。比如后汉时期的名将史弘肇，此人性格暴戾到了极点。他当京城卫戍司令时，推行恐怖统治，在街上走，谁要是敢多看他一眼，可能就被抓起来砍了。史弘肇有句名言：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焉足用哉。这种对文官、对秩序的极端蔑视，反映了当时所有将军的集体心理，只有手里的刀是真的，其他的全是虚的。但史弘肇这么狠，最后落着好吗？没有。后汉隐帝刘承佑实在受不了这群武夫的压迫，联合几个亲信在开会时，突然在大殿里埋伏刀斧手，把史弘肇等几个核心将领一锅端了。这些在大战场上杀人如麻的猛将，最后死在了自己保护的皇帝手里。你可能会问，那我不掌兵权，当个闲职将军行不行？不行。在五代，如果你有威望却没兵权，那你就是皇帝眼里的待宰肥猪；如果你有兵权但没威望，那你就是部下眼里的晋升阶梯。这种极度的不安全感导致了将军们频繁跳槽，今天投降后梁，明天带兵归顺后唐，后天一看形势不对，赶紧去跪舔契丹。这种频繁倒戈在现代人看来毫无廉耻，但在当时是唯一的生存指南。王彦章虽然以忠义著称，最后死在战场上被后世传颂，但在五代那个大环境里，他是极其罕见的孤独英雄。大多数人选择的是只要能活，名声算个屁。最惨的不仅是将军本人，还有将军与士兵之间那种变态的关系。五代的士兵大多是职业军人或被强行赐字的勤兵，这些士兵不效忠国家，只效忠给自己发钱发肉的将军。如果将军给不起赏钱，士兵就会哗变，把将军杀了另立新主。于是将军为了讨好士兵，就得去抢夺百姓，勒索皇帝。皇帝为了安抚将军，就得加重赋税，这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百姓被榨干，皇帝被掏空，将军被士兵架在火上烤。每一次城池易主背后，都是将军们在豪赌，赌注是全城人的性命和自己的项上人头。将军们的悲剧在于，他们明明是武力的持有者，却从未获得过真正的自由。他们像被困在透明的斗兽场里，四周是虎视眈眈的同僚，头顶是喜怒无常的君主，脚下是随时可能崩塌的部下。这种环境催生出了一批像长乐老冯道那样的政坛不倒翁，也催生出了一批极度病态的武夫，比如后梁大将王景仁，在遭遇惨败后，为了逃避责罚，竟然能在荒野中藏匿数月，忍受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这种对生存的极度渴望，背后是深深的恐惧。在这个时代，安全感是一种比黄金还要稀缺的东西。那些在史书上耀武扬威，骑着战马挥舞长剑的将军，其实每个人的后背都被冷汗浸透了。他们深知今天的庆功宴可能就是明天的断头台。在五代十国的权力游戏中，没有所谓的急流勇退，只有死里逃生。将军们的惨
是灵魂的扭曲，他们被迫丢掉了所有道德包袱，变成了纯粹的杀人工具和政治赌徒。当一个国家的精英曾想的不再是如何守土保民，而是如何不被自己的主子和部下捅冷刀子，这个时代便彻底滑向了深渊。聊完了皇帝的短命和将军的薄命，我们终于要聊那个时代最深沉、最庞大，也最令人窒息的底色普通百姓。如果说皇帝和将军是在玩一场高风险的权力豪赌，那对亿万平民来说，他们连上桌的资格都没有。他们只是桌上被反复揉搓，最后扔进炭火里的那块抹布。在五代十国，普通人不是生活，而是被消耗。在别的朝代，战争可能是几年、几十年一遇的灾难，但在五代战争是日常。由于地盘切换的比换衣服还快，老百姓根本不知道自己明天睡醒属于哪个国家。今天你是后梁的子民，明天隔壁李存勖打过来了，后天石敬瑭的部队又在城外放火了。这种高频战争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城池的反复蹂躏。当时的军队没有群众纪律，每打下一个城市，第一件事往往就是放假。所谓放假，就是纵容士兵进行为期数天的抢掠。为了震慑下一个城市，屠城更是家常便饭。比如后梁大将王彦章在进攻时往往采取极端残忍的手段，导致方圆几十里的百姓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只能抛家舍业往深山里钻。可深山里有老虎，有瘟疫，唯独没有活路。战争需要两样东西，钱粮和炮灰。在中央政府权力真空的年代，地方军阀为了维持庞大的军事开支，唯一的办法就是榨取百姓。当时的赋税已经不能用沉重来形容了，那简直是掘地三尺。除了正常的租庸调，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附加税。你种地要交税，你走路要交税，甚至家里死个人都要交一份丧葬捐。军队每到一处，就像蝗虫过境，不仅抢光粮仓，连老百姓藏在灶底下的最后一捧糠皮都要搜刮走。比抢粮更绝望的是抓壮丁。当时的征兵不讲逻辑，只要你还能走路，哪怕是个半大孩子，也会被强行在脸上刺字，防止你当逃兵。这种刺字不仅是肉体的伤害，更是人格的毁灭，意味着你这辈子只能死在战场上，再也没有回归田园的可能。家里唯一的劳动力被抓走了，剩下的孤儿寡母面对被洗劫一空的家园，除了等死还能做什么呢？五代十国的人口损耗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根据史料推算，唐朝鼎盛时期人口可能有8000万，而到了五代十国，这个数字剧烈萎缩。这不是因为大家不想生，而是因为根本活不到成年。除了直接死于刀兵，饥荒和瘟疫才是隐形的头号杀手。城池被围困时，粮路断绝，城内几万百姓在短短数月内就能化为白骨。战场上堆积如山的尸体得不到及时清理，紧接着就是席卷数州的瘟疫。在那个没有任何医疗条件的时代，一场流感可能就是灭顶之灾。曾有史料记载，由于连年征战，中原腹地大片的良田荒废，长满了没过人头的野草。你在官道上走上几百里，可能听不到一声鸡鸣狗吠，只能看到路边被野狗啃食的残缺不全的骸骨。这种荒凉不是文学加工，而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写照。在极度的匮乏中，人是不存在尊严的。为了活下去，百姓被迫成为了某种工具。比如在围城战中，守城将领为了节省口粮，会把城中的老弱病残强行驱逐出城，而攻城方为了消耗对方的箭矢，会逼迫这些百姓推着云梯冲在最前面。这就是所谓的人肉盾牌。这些百姓面对的是前方守军的乱箭和背后己方督战队的快刀，他们唯一的身份就是这种残酷消耗战中的耗材。甚至在一些极端军阀眼中，百姓和家畜
没有区别，他们会根据百姓的成色来决定用途。年轻的男丁去挡箭，年轻的女眷被送进军营，老弱在粮食断绝时被看作备用口粮。这不仅是身体的苦难，更是文明的全面崩塌。如果你不想等死，那就只能逃。五代十国时期发生了大规模人口迁徙，主要是从中原往南方逃，也就是所谓的十国地区。但逃亡之路同样是鬼门关，没有路引，没有保护，成千上万的难民流离失所，成群结队的在荒野中行走，后面跟着趁火打劫的散兵游勇。很多人没死在战场上，却死在了逃亡的渡口。寒冷的冬夜，或者为了争夺一个发霉馒头的自相残杀中。南方的吴、越、南唐虽然相对安定，但那些跨越千山万水的难民来说，那里就像遥不可及的天堂。大多数人倒在了距离天堂只有几公里的泥淖里。在五代十国百姓眼中，生活已经没有任何逻辑可言。你勤奋耕作，可能明天就被烧了麦田；你安分守己，可能后天就被抓了壮丁。这种不可预测性摧毁了人类社会最基础的契约感，人们变得麻木。在史书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记载：某个将领屠杀了一个村子，剩下的幸存者只是默默地收拾残局，然后继续在那片满是血腥的土地上求生。这不是因为他们勇敢，而是因为悲伤和愤怒已经没有了观众，也没有了意义。这就是普通百姓的五代十国，你是税表上的一个名字，是战报上的一个伤亡数字，是将军马蹄下的一块烂泥，唯独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当社会各阶层都陷入这种极致的痛苦和消耗时，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终于彻底断裂。在史书中，我们经常会看到4个字：人相食。这4个字轻飘飘地印在纸上，但背后的重量是整个文明的坍塌。在我们的认知中，吃人应该是一个社会极端崩溃、极少数情况下的罕见悲剧，但在五代十国的某些地区，这竟然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生存方式。你要知道，这不是因为残忍，而是因为绝望。当一个村庄的粮食被后梁的军队抢光，紧接着后唐的骑兵又在田里跑了一圈，最后剩下一群连树皮都啃光了的灾民。此时道德和伦理已经没有依附的土壤了。史书冷冰冰地记载着，饥荒严重的时候，由于连年拉锯战，农民根本无法播种，播种了也没法收割。在这样的环境下，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活着才是。这种悲剧往往是从最亲近的人开始的。一开始是换子而食，因为谁也不忍心对自己亲生的骨肉下手。邻里之间互相交换，这种令人发指的交换，其实是人类文明最后一点点恻隐之心在扭曲环境下的垂死挣扎。到最后，连这种交换都省了，因为已经没有人有力气去讲究这些了。如果你翻开旧五代史或新五代史，你会发现有些将领的行为已经完全脱离了人类的范畴。比如后梁时期有个叫赵思婉的悍将，此人盘踞在长安一带造反，当时城中极度缺粮。赵思婉的变态程度在于他不仅自己吃，甚至还把这当成勇武的象征，曾对手下说人肉的味道比猪羊肉还要鲜美。这种论调在当时并不是孤立。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有些军队在远征时竟然不带足够的粮草，而是驱赶着成千上万的百姓随军。这些百姓在他们眼里不是人，而是随军行粮。这种行为甚至有了专门的称呼，叫两脚羊。这种对生命尊严的极度践踏，标志着那个时代的社会契约已经彻底归零。当军队不再保护百姓，而是把百姓当成畜生一样收割时，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了人间炼狱。为什么会严重到这个地步？原因在于五代十国的战争是毁灭性的。在唐代以前的内战，大家往往会留一线，
因为争夺的是土地和人口，人死了，土地就没人种了。但五代十国的军阀们由于对未来没有任何预期，他们只管今天，认为如果我不抢，明天这地盘就是别人的了，所以他们采取的是竭泽而渔的打法，抢光、杀光、烧光。在这种高强度的破坏下，生产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耕牛被杀了吃了，种子被搜出来煮了，劳动力被抓去当炮灰了。土地荒芜后，大自然很快就会反扑，蝗灾、旱灾接踵而至。当自然灾害遇上人为兵祸，产生的能量是核弹级别的。在一些被长期围困的城市里，比如后唐和后梁交战的前线城市，粮食价格能涨到1两金子买1斗米，最后是有金子也买不到米。于是城内的治安彻底消失，人们在深夜里互相猎杀，这已经不是在打仗了，而是在玩一场全城参与的恐怖生存游戏。更可怕的是，这种风气在军队中是有传染性的。当一支军队开始习惯于以人为粮食，他们就会变得极度嗜血和难以约束。有个叫张燕的将领，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竟然公开在大营里设立类似于屠宰场的摊位。这种做法不仅是为了解决饥饿，更像是一种心理上的崩溃。士兵们在这种环境中成长，他们对生命完全没有敬畏。当他们冲进下一座城市时，他们不会把那里的百姓看成同胞，只会看成维持体力的某种能量块。这就是为什么五代十国的百姓在面对军队时，那种恐惧是刻在骨子里的。他们不仅怕死，更怕死无全尸。后世的历史学家在整理这段历史时，往往感到手抖。欧阳修在编撰新五代史时笔触极其严厉，他试图用道德的力量去审判这些行为，但透过那些严厉的文字，我们能看到的是一种深深的无奈。在那个绝望的闭环里，一个人如果想坚持道德，他可能第一天就会饿死；如果他想活下去，他可能就得变成恶魔。这种选择本身就是对人性最大的摧残。所以我们说五代十国的惨，不是因为某个将领特别残忍，而是因为整个时代的系统性崩溃，把原本善良的人们逼成了野兽。这种食人现象本质上是人类文明在那个特殊时间点上大面积坏死。最令人痛心的是，这些悲剧就发生在中原大地，发生在那片曾经诞生过《道德经》、孕育过盛唐气象的土地上。仅仅几十年前，这里还是万邦来朝的乐土，转眼间就变成了白骨鹿野的土场。这种反差告诉我们，秩序是多么脆弱，而暴力一旦失去缰绳，会跑向多么疯狂的终点。那些被迫卷入其中的普通人没有选择，只有在无尽的黑暗中沉沦。他们不是残忍的加害者，只是绝望的牺牲品。当食物不再是土地的馈赠，而是同类的血肉时，这个时代其实已经失去了作为文明的资格。它只是漫长历史中一段血腥的梦魇，提醒着后人，和平与秩序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说前几卷我们聊的是个人的命如草芥，那么这一卷我们要聊的就是国家的命如泡沫。在五代十国的逻辑里，国家不是一种归属，而是一种暂时的统治关系。这种关系脆弱到什么程度？可能你早起刚背熟了当朝皇帝的年号，还没到吃午饭的时候，城头上的旗子就换了颜色，你就得赶紧把刚背的年号擦掉，换成另一个倒霉蛋的名字。在中原地区，这50多年被称为五代，但你千万别以为这像汉唐宋一样是正经的王朝，更替着其实是5个极短命的军阀割据体，排着队上台谢幕。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5个名字连在一起，就是一部血淋淋的互杀史。首先是后梁，朱温好不容易篡了唐，结果梁朝只撑了16年，就在李存勖的铁骑下化为安分。
李存勖建立的后唐听名字挺响亮，结果也只活了13年。紧接着那个认贼作父的石敬瑭带着契丹人灭了后唐，建立后晋。后晋更惨，11年后就被干爹契丹顺手抹了。后汉更短，刘知远建立了这个政权后，屁股还没坐热就撒手人寰。国家撑了4年就被郭威的后周取代，而后周也在柴荣英年早逝后，被赵匡胤一出黄袍加身给终结了。这种更迭速度让百姓对国家这2个字产生了生理性的免疫，大家不再问谁是我们的皇帝，只问今天是谁在收税。在老百姓眼里，这些国家就像一个个季节性的包工头，干一段就跑路，或者干一段就被另一个包工头打死。与此同时，在南方的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还林林总总挤着10来个小政权，史称10国。如果你觉得中原的5代是血色暴力，那南方的10国则带有一种末世的精致。比如吴越国，钱干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原本是范思言的出身，后来靠打仗起家。吴越国盘踞在江浙一带，由于钱干聪明地选择了保境安民和向中原称臣的策略，这里成了乱世中难得的避风港。但即便是这样的避风港，它的存在也充满了不确定性。钱根每天睡觉都不敢用枕头，而是用一段圆木头，只要稍微一翻身头滑下来，他就会惊醒，赶紧查看边境有没有敌情。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心理缩影，连最稳定的国王都睡不了一个安稳觉。再看南唐，这可能是10国里最有文艺气息的国家了。李恒、李拱、李煜这爷孙3代，一个比一个会写词，一个比一个爱艺术。南唐的都城南京当时叫金陵，繁华到了极致。但这种繁华就像建在沙滩上的宫殿，李煜在宫里喝酒作词的时候，北方的赵匡胤已经在磨刀了。这种国家的存在更像是一种虚幻的梦境，梦醒了，词人的笔也就断了。为什么说国家的存在像泡沫？因为他们完全没有信用可言。一个正常的国家至少要保证货币流通和法律执行，但在5代，由于政权更迭太快，钱币成了废金属。后汉的皇帝缺钱，就私自铸造劣质铜钱；后蜀的君主想享受，就疯狂敛财，这就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老百姓手里那点血汗钱，可能睡一觉起来就成了买不到1粒米的废纸。更荒诞的是，有些国家连领土主权都能拿来做买卖，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后晋石敬瑭为了当皇帝，把燕云16州送给了契丹。这就好比一个租客为了从二房东手里拿到钥匙，直接把房东家的阳台和卧室给卖了。这种毫无廉耻的国家行为，让人民彻底失去了对家国的尊重。人们发现国家并不保护你，它只是一个巨大的、随时会爆炸的抽水机，把民脂民膏抽干后，再被下一个抽水机炸毁。在5代10国，国境线不是地图上的线条，而是由尸体堆起来的血线。比如在淮南地区，南唐和北方的政权反复争夺，今天这里属于南唐官员们来争一遍粮食，明天北方大军打过来了，士兵们再来抢一遍财物。有些城镇在1年内能换4、5次主人。在这样的环境下，行政管理成了笑话，官员们不再考虑长治久安，唯一的念头就是现捞现走。他们像寄生虫一样，在宿主国家还没倒下前尽可能多吸血。这种不稳定性直接导致了社会组织的解体，人们开始家族化、社团化。既然国家靠不住，那我们就自己修堡垒，自己组建民兵。这种村庄自保模式的盛行，其实是国家功能彻底瘫痪的证明。由于知道自己的国家活不长，这些小国君主们的心态也极其病态。后蜀的孟匡在宫里用的是纯金打造的尿壶。当宋军攻入成都，赵匡胤看到这个尿壶时感慨万千，用金子做这个，你拿什么装粮食去养兵？
其实赵匡胤没理解，孟孔不是不知道金子贵重，他是因为对未来没有信心。在五代十国的君主看来，权力既然是偷来的、抢来的，随时会丢的，那就不如在丢掉之前把它折现成最极致的享受。这种末日心态蔓延到整个统治阶层。既然国家是泡沫，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在泡沫破裂前吹得更大一点。这种集体的狂热和腐败加速了泡沫的破裂。五代十国的这些国家其实是由于唐帝国崩塌后的碎片，他们试图重组，但由于缺乏统一的道德共识和强力的中央核心，只能不断地进行无意义的碰撞和自我毁灭。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个没有长期主义预期、没有法律尊严、没有人民认同的国家，无论看起来多么兵强马壮，也不过是历史长河里的一片浮沫。他们的存在不仅没有给人民带来福利，反而因为频繁的更替成了加诸在普通人身上的永无止境的灾难。当国家像泡沫一样消失时，留下的是满目疮痍的土地和心死如灰的百姓。如果说五代十国的惨状是一幅由血肉、战火和废墟组成的画卷，那么这幅画卷最底层的底色其实不是红色，而是灰色，那种死气沉沉、望不到头的灰色叫做绝望。很多历史爱好者喜欢拿五代十国去对比汉末三国，同样是乱世。为什么三国听起来像是一部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而五代十国却像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噩梦？答案只有2个字：希望。人们不是在等明天，而是在赌今天能不能活过去。要理解这种绝望，得先看看前辈们是怎么乱的。东汉末年虽然也乱，老百姓也苦，但当时的人心里是有盼头的。曹操想的是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刘备想的是复兴汉室，还于旧都；孙权想的是据有江东，以观天下之心。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时的乱局是有终局思维的。每一个大佬在打仗的时候，心里都有一张关于未来的蓝图。他们试图建立秩序，恢复生产，招揽人才。老百姓虽然在战乱中流离失所，但他们知道，只要一方势力真正稳固了，好日子或者安稳日子就有希望回来。但在五代十国，对不起，没有蓝图，只有草稿。在这个时代，没有人想过长治久安这个词怎么写。朱温想的是今天杀谁，李存勖想的是明天演哪出戏，石敬瑭想的是怎么能多当几天儿皇帝。这种纯粹的短视暴力逻辑，让整个时代丧失了统一的趋势。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人们看不到任何一个能够统一全国的信号，这种感觉就像掉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拼命往上爬，却发现上面没有出口。一个时代有没有希望，看那个时代的聪明人在干什么就知道了。在三国时期，诸葛亮、荀彧、周瑜这些人是那个时代的灵魂，他们满怀抱负，为了理想鞠躬尽瘁。但在五代十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变得极其尴尬和猥琐。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被称为长乐老的冯道。冯道这个人在历史上是个奇观，他历经后唐、后晋、后契丹、后汉、后周5个朝代，换了10个皇帝，自己始终稳坐高位，在自传里得意地称自己为长乐老。后世的儒家史学家对他恨得牙痒痒，骂他没有节操，是无耻之尤。但如果你站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去看冯道，你会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凉。连冯道这种顶级精英都放弃了寻找明君，放弃了政治理想，只求在换皇帝如换衣服的乱世里保住性命和官位，那么普通的读书人还能有什么指望？当社会的脊梁骨都已经学会了如何最优雅的弯腰时，这个时代便彻底丧失了尊严和方向感。
希望的另一个来源是共识。在汉代，大家信奉儒家思想；在唐代，大家有着万邦来朝的民族自信；但在五代，所有价值观都崩塌了。今天你老师教你忠君爱国，明天你就会看到皇帝被部下勒死在寝宫；今天你父母教你父慈子孝，后天你就会听说皇子为了夺位把老爹乱刀砍死。这种高频率、大面积的道德违约，让人们不再相信任何承诺。由于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所以没有人做长远打算。商人不敢长途经商，因为一路上不知道要交多少次保护费，或者直接连货带人被没收。农民不敢修水利，因为可能刚挖好渠地就被乱兵踩成了马场。这种及时反馈的生存模式，把人类文明逼回了原始状态。那种对未来的丧失感，直接体现在了当时的宗教风气上。在五代十国，虽然佛教、道教依然存在，但人们的信仰变得极其功利和狂热，大家不再祈求来世的解脱，而是疯狂求签问卜，想知道明天有没有乱兵入城。这种焦虑感弥漫在空气里，甚至影响到了当时的艺术审美。你去看那个时代的绘画或雕塑，往往带着一种狰狞和压抑感，完全没有盛唐那种舒展和大气。更可怕的是一种末世心态的流行。当时的民间流传着各种各样的公言，一会儿说这个要灭，一会儿说那个要兴。每一次动言的流行都会引发一轮规模不小的动乱，因为大家太渴望结束了，哪怕是用一种毁灭的方式结束，也比无止境的煎熬要强。最让当时的人感到绝望的是外部世界的冷漠。北方是虎视眈眈，随时南下打秋风的契丹人；南方是各自为政、醉生梦死的小朝廷。中原大地作为文明的核心区，却成了各方野心家轮番践踏的试验田。没有救世主，没有救星，这种孤独感是五代十国百姓最深刻的心理创伤。他们感觉自己被上天遗忘了。在这种极度的黑暗中，唯一的生存法则就是变得比别人更狠。当善良成为生存的累赘，当希望成为痛苦的根源，这个时代的人们只能选择麻木。我们读这段历史，不能只看那些打打杀杀的记录，我们要尝试去倾听那些在深夜里叹息的声音呐。是一个母亲看着怀里饿得皮包骨的孩子，却不知道明天能不能换到一把米的声音。那是一个老兵看着自己满身的伤疤，却想不起自己到底在为谁而战的声音。五代十国的惨就惨在它像一个没有尽头的圆圈。每当你以为新的朝代建立，乱世就要结束的时候，他会用更惨烈的崩溃告诉你，还没完，还早着呢。讲了这么多惨绝人寰的故事，咱们得稍微停下来，用上帝视角冷静剖析一下，这个时代到底是怎么把自己玩坏的？为什么盛世大唐崩塌后，接手的不是另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王朝，而是一个长达半个世纪的绞肉机模式？这一切的根源藏在一个被历史学家研究透了，却让当事人恨透了的词语里——节度使制度。你要明白，五代十国的惨本质上是权力真空引发的连锁爆炸。当年的大唐帝国就像一个巨大的太阳，虽然晚期光芒微弱，但好歹还有个引力核心。可自从黄巢起义一通乱搞，再加上朱温最后那一刀，这个引力核心彻底碎成了渣。以前朝廷说一地方不敢说二，但到了这个时代，中央政府成了个挂名的小卖部，谁都能进来抢一把。没有了统一的中央权力，就没有了统一的货币、法律和安全感。当最高的裁判退场了，球场上的球员们，也就是那些手握重兵的节度使，就开始带着家伙直接干仗了。这就好比一个班级没了老师，块头大的学生开始抢块头小的午饭，抢着抢着，整个教室就变成了原始丛林。我们要重点聊聊这个节度使。这玩意儿最初是唐朝为了防边境匈奴、吐蕃设立的。
结果权限给的太大，一个节度使不仅管着几万职业军队，还管着地方的财政大权和行政大权，这导致了一个极其恐怖的结果：每一个节度使领地就是一个微型国家。这些节度使们不看朝廷脸色，只看自己的粮仓满不满。最要命的是，节度使的位子不是看才华，而是看谁能镇得住那群骄兵悍将。于是，为了养活这些如狼似虎的士兵，节度使只能疯狂搜刮百姓，而为了防止士兵反水，节度使又必须不停地带他们去抢邻居。于是中原大地变成了一个由无数个暴力堡垒组成的蜂窝。后梁、后唐这些政权本质上也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节度使，暂时压制了其他比较小的节度使。一旦大节度使生病了，或者决策失误了，底下的节度使就会立刻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扑上来。这种制度下的稳定性为零，因为每一个节度使都是潜在的叛乱分子，每一个士兵都是潜在的兵变执行者。当节度使制度推行到极致，整个社会的运行逻辑就彻底变了。在以前的社会，如果你想飞黄腾达，你得读书、讲礼仪、有人脉。但在五代十国，这些统统没用，武力成了唯一的硬通货。如果你手里有3000铁骑，你说话就是真理；如果你手里只有一卷《论语》，那你可能连当晚餐的资格都没有。这种暴力至上主义导致了社会各阶层的极端逐利性，大家不再追求长期的建设，只追求短期的破坏。文官集团彻底沦为了武将的附庸，甚至成了帮凶。就像之前提到的冯道，他之所以能伺候那么多皇帝，不是因为他有多忠诚，而是因为他掌握了在武夫之间斡旋的技巧。他知道在这个时代，谁有刀谁就是主子。这种价值观的彻底崩塌是社会系统性腐烂的标志。这里有个很有意思但也极其残忍的逻辑，不是将军在控制军队，而是军队在控制将军。五代的军队很多都是职业化的牙兵，这些牙兵是精锐中的精锐，但他们也是最贪婪的雇佣兵。如果你作为节度使，或者皇帝给的赏赐不够多，或者打仗不带他们去抢劫，这群牙兵会毫不犹豫地把你杀了，重新立一个愿意给钱的主。这种倒逼机制让统治者们陷入了疯狂。为了不被士兵砍头，皇帝必须加重赋税去凑赏金，赋税重了百姓就造反，百姓造反了军队就得去镇压，镇压需要钱，于是又要加税。这是一个完美的死循环。在这个循环里，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敢于推行仁政，因为仁政意味着清靠的伯父，清伯父意味着没钱发工资，没钱发工资意味着皇帝的脑袋明天就会挂在城墙上。还有一个结构性的悲剧不得不提，石敬瑭送出去的燕云16州。从地理上看，燕云16州是中原大地的北大门，山川险要，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铁骑的天然长城。石敬瑭为了自己当皇帝，把这块地割让给了契丹，这不仅仅是丢了脸面，更是丢了命门。从此以后，中原的政权在北方游牧民族面前就是裸奔状态，契丹的铁骑可以随时随地顺着大平原直捣汴梁。这种长期的外部军事压力，让五代的政权更加焦虑，更加依赖武力，更加短视。他们必须把所有的资源都投入到那种低效率的防御战中，根本没有精力去搞生产。所以五代十国之所以惨，不是因为这半个世纪里没出过人才，也不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人突然变笨了，而是因为整个社会系统进入了复合游戏模式。节度使制度瓦解了中央集权，武力崇拜摧毁了道德契约，骄兵悍将绑架了政治决策，战略屏障的丢失引入了致命的外部威胁。在这样的结构下，谁想当圣人谁就会先死，谁想搞建设谁就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这种系统性的崩溃让中原大地在50年的时间里不仅流干了血，也流干了泪。人们在黑暗中摸索，
却发现每一条路通向的都是更深的深渊。这种绝望的结构性死局，直到一个极其冷静且懂得克制武力的胖子出现，才终于迎来转机。他就是赵匡胤。但在转机到来之前，我们需要去看看，在那漫无边际的黑暗中，是不是真的连一点微光都没有。聊了整整8卷的杀戮、背叛、饥荒与毁灭，你可能觉得五代十国这段历史简直就是人类文明的黑洞。但如果真是那样，中华文明可能在那几十年里就彻底断代了。历史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即便是在最绝望的荒原上，也会有几朵野花在石缝里拼命绽放。这一卷我们要聊聊那个黑暗时代里极其珍贵的一点光，它让部分老百姓喘了口气。更重要的是，它像微弱的火种，为后来大一统的宋朝保留了文明的基因。如果要在五代十国的地图上找一个最像桃花源的地方，那一定是江浙一带的吴越国。咱们得好好聊聊吴越国的开国之君钱团。这位老爷子出身并不高贵，是个贩私盐的，但他身上有一种那个时代极其罕见的品质，务实且爱民。当北方打得天昏地暗，皇帝换得比季节还快时，钱肯给吴越国定下了一个堪称保命符的国策：善事中国，保境安民。意思很简单，不管北方中原是谁当皇帝，我都认他当大哥，我送礼，我称臣，我给面子，只要你别带兵来祸害我这块地界。在这种极度的低姿态下，江浙一带竟然维持了长达近100年的和平。当别的军阀在忙着杀人时，钱看在忙着修筑海棠。杭州那个著名的钱氏海棠，就是为了挡住潮水，保护良田。他深知民为邦本，在那个两脚羊横行的年代，他居然在鼓励老百姓种桑养蚕，发展丝织业。所以当北方白骨露野的时候，杭州、苏州、绍兴这些地方依然是一派人人尽说江南好的景象。这道光不仅保住了江浙的富庶，更让江南成了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承载地。除了吴越，南方的其他几个国家如前蜀、后蜀和南唐，虽然君主们也有荒淫无度的一面，但客观上他们确实在局部地区恢复了经济。比如南唐的金陵城，在那时是全中国甚至全世界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当北方的读书人连一本像样的书都找不到的时候，南唐的李家皇帝们在疯狂搜集散落的典籍。南唐的翰林画院里诞生了像顾闳中、董源这样的顶级大师。那幅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虽然描绘的是贵族生活的奢靡，但侧面也反映了当时南方物质生活的丰富。这种经济的局部复苏其实是一种避险效应，因为北方实在太惨了，大量的工匠、画师、学者、财主都带着家产和技术往南跑。这种人才的大规模流动，客观上促进了南方生产力的飞跃。后来的北宋之所以能迅速在废墟上建立起繁荣的商业文明，很大程度上是直接接收了这些南方小国积累数十年的遗产。在五代十国的乱世里，宗教往往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是人们逃避现实的迷信，另一方面它确实在客观上保护了文化。吴越王钱谶和他的继承者们疯狂造塔，印经著名的雷峰塔、宝山塔其实都起源于那个时代。尤其是钱干的孙子钱弘逢，曾仿照阿育王铸造了84000座小铜塔，里面藏着精美的经卷。这些举动在当时可能耗费了不少民力，但在那个毁灭一切的时代，这些被珍藏在塔底石窟里的文字和艺术成了中华文明最坚韧的脉络。如果没有这些保护，很多唐朝甚至更古老的文化记忆可能真的就消失在五代十国的战火里了。最后这道光，我们绝对不能绕过五代最后一个朝代后周的第2任皇帝周世宗柴荣。如果说南方的小国是避风港，那柴荣就是那个试图把整个大海都平定下来的灯塔。柴荣被很多历史学家称为五代第1明君，
他在位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5年多，但干了3件让后世感恩戴德的大事。第一，清理寺院，还民于农。当时很多人为了躲避赋税和兵役去当和尚，导致国家没税收没兵源。柴荣顶着巨大的宗教压力，大规模精简僧尼，把劳动力重新赶回田里，把佛像融了铸钱。第二，整顿军队，打击骄兵。他通过高平之战树立了绝对的军事威信，把那些动不动就想杀皇帝的骄兵悍将治得服服帖帖，重新确立了将领听命于皇帝的规矩。第三，南征北战，奠定统一基础。他亲率大军进攻南唐，收复淮南，又北上伐契丹，连收3关。柴荣的出现告诉了那个时代的人们一件事：乱世是可以终结的，秩序是可以重建的。它就像一道划破黑夜的闪电，虽然转瞬即逝，但它照亮了通往统一的道路。后来的赵匡胤其实是站在柴荣这个巨人的肩膀上，顺着他开辟出来的航线，才最终完成了大业。在5代10国的夹缝里，有些东西始终没有熄灭，比如木板印刷术。虽然这门技术发明已久，但在5代10国的后蜀，宰相务昭义主持刻印了9经，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用木板印刷术刻印儒家经典。在那个连肚子都吃不饱的年代，居然还有人花大钱去搞大规模出版事业，这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坚持。这些经书在战乱中流传，保证了儒家思想的薪火相传。再比如当时的词，这种起源于民间的音乐文学，在南唐和后蜀的宫廷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如果没有那个时代的积累，就不会有后来光耀千古的宋词。这些光的存在，让5代10国不只是一个纯粹的暴力史，它告诉我们，人类对于秩序、美和知识的追求，是任何战火都无法彻底扑灭的。这些南方地区的相对稳定，为后来的宋朝提供了经济基础；柴荣在北方的改革，为宋朝提供了政治和军事样板；而民间那些默默坚持的文人和工匠，为宋朝提供了文化底蕴。所以当我们感叹5代10国有多惨的时候，也应该看到那些在黑暗中守护灯火的人。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细微的、局部的，甚至有些卑微的努力，中华文明才没有在那个没有底线的时代彻底沉沦。它在黑暗中积蓄力量，等待着那个能把所有碎片重新拼凑起来的时代。如果说之前的9卷是在带你游览这片人间炼狱的各个角落，那么这最后1卷，我们要站在历史的废墟之上，去凝视那个时代的终局。5代10国到底有多惨？这种惨不是教科书上那几行冰冷的年份和国名，而是当你深入那个时代的骨髓后感受到的一股彻骨的寒凉。这种惨烈体现在每一个阶层的绝对不安全感中，体现在社会契约的彻底归零上。在这个时代的末尾，环顾四周，会发现一个荒诞的现象，整个大地上竟然找不到一个安全岛。皇帝不安全，哪怕你像周世宗柴荣那样英明神武，你也得在病重时提防着身边的大将；哪怕你像李煜那样多才多艺，你也得在宋军围城时喝下那杯苦涩的鸩酒。在5代，皇冠更像是一个沉重的诅咒，每一任戴上它的人都在倒计时自己的死期。将军不安全，那是真正意义上的伴君如伴虎。今天你是开国元勋，明天你可能就因为走路先迈了左脚而被怀疑谋反。在那个逻辑里，掌握兵权就是原罪。将军们在杀人和被杀之间反复横跳，他们的晚年几乎都伴随着血光与惊恐。百姓更不安全，对他们来说，活着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侥幸。他们是战争的燃料，是饥荒的口粮，是权贵马蹄下的尘埃。在那个时代，一个人能平平安安活到自然死，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奇迹。这种惨还体现在国家这个概念的极度贬值。在别的时代，国家是避风港，
在五代十国国家是收割机。那50多年里，中原政权的更迭频率快到了人类政治史的极限。每一次政权交替都伴随着一场甚至几场大规模的洗劫。汴梁、洛阳，这些曾经繁华的世界中心被一次次烧成白地，老百姓对国家的认同感已经降到了冰点。既然国家今天有明天没，那人们也就不再维护它，转而投向最原始的丛林法则。这种秩序的缺失让文明的积累变得毫无意义。最惨的是人心的荒凉。当忠诚变成了取死之道，当奸诈变成了生存指南，这个民族的精神脊梁曾一度面临折断的危险。这种道德失效不仅限于朝堂，它渗透进了社会的每一个毛孔，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降到了零。这种长期的高压的恐惧让那个时代的人们变得极其短视和自私。你可以想象，当一个社会的父亲不再保护孩子，当部下不再忠于上司，当所有的承诺都成了一纸空谈，这个社会其实已经处于脑死亡状态。这种文明的假死是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它告诉我们，如果武力是唯一的规则，那么人类将退化到何种可怕的境地。直到公元960年，赵匡胤在陈桥驿披上那件黄袍，五代十国才算真正进入了谢幕阶段。但即便是在统一的过程中，惨烈依旧如影随形。为了平定南方的小国，又是连年征战，南唐、后蜀、北汉，每一个政权的倒下背后都是无数将士的尸骸和百姓的哭泣。赵匡胤为了解决那个节度使做大的结构性顽疾，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手段。虽然避免了大规模的流血，却也让宋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陷入了积贫积弱的怪圈。这种惨是后遗症五代十国的动荡，彻底摧毁了隋唐以来的武士精神，也让后来的统治者陷入了对权力的极度不安全感中，从而走向了极端的文治和集权。这种转折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此后1000年的命运。当我们合上这本血迹斑斑的历史书，五代十国的惨状依然在眼前挥之不去。那是朱温杀害唐朝重臣后将尸体投入黄河时的浑浊水声，那是李存勖死在乱军之中，伶人堆起乐器焚烧他尸体时的火焰噼啪声，那是普通百姓在围城之中面对空空如也的米缸时绝望的叹息声。这种惨是一场全民族的浩劫，它不是一两场战争的胜负，而是整个时代的系统性崩坏。它没有任何赢家，皇帝死于非命，将军死于猜忌，百姓死于非命。五代十国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这些惨绝人寰的故事，更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当法律失去尊严，当权力失去制约，当道德被武力践踏，没有任何人能置身事外。哪怕你站得再高，哪怕你兵马再壮，在那种崩塌的狂潮面前，你也只是一粒随风飘散的微尘。这就是五代十国一个没有底线、没有希望、没有安全的时代。它的惨在它剥离了人类文明所有的外壳，露出了最原始、最残酷的獠牙。它用50年的黑暗告诉了后世秩序的可贵与和平的沉重。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道深不见底的伤疤。在这半个世纪里，我们看到了人性最幽暗的角落，也看到了文明在极度压抑下的顽强。我们说它惨，是因为它几乎耗尽了这片土地上所有的尊严和温情。皇帝像商品一样被买卖，将军像猪羊一样被宰杀，百姓像耗材一样被消耗。这种惨烈是对每一个现代人灵魂的冲击。它提醒我们，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安稳与秩序，是多少代人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历史不只是为了记住那些王侯将相的名字，更是为了记住那些在黑暗中挣扎过的无名氏。五代十国的终结，不仅是一个时代的落幕，更是对那种兵强马壮者为之逻辑的深刻反思。
当我们站在千年后的月光下回望那段腥风血雨的岁月，除了震撼，更应该有一种深深的警醒。那是一个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时代，那是一个把绝望刻进骨子里的时代。好了，故事讲完了。虽然历史很沉重，但现在的窗外很安静，也很安全。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平静吧。闭上眼睛，让那些尘封的战火与哭喊随风散去。晚安。